抬頭望向夜空時，我們總會想到一個古老的問題：在那數不清的星星之間，人類真的是唯一的智慧生命嗎？但這個問題可能從一開始就問得太簡單了，因為我們真正需要追問的，也許不是外星人在哪裡，而是另外2個更困難的問題。第一，外星生命一定要和地球生命相似嗎？第二，如果某個文明比人類早發展了幾百萬年，我們究竟應該尋找什麼，才能發現它曾經存在？答案可能不在一張外星人的照片裡，也不一定藏在一段清晰的无線電訊號中，它可能只是一顆恆星少了一點可見光，卻多出了一團不該存在的紅外線，也可能是某顆冰冷星球的大氣中出現一組無法用普通化學反應解釋的氣體，甚至可能是一片遙遠的液態甲烷海洋，孕育着完全不需要水和氧气的生命。换句话说，當我們尋找外星生命時，最大的障礙未必是宇宙太大，真正的障礙可能是我們一直只知道如何尋找另一個自己。幾百年来，人類想象中的外星生命大多仍然帶有地球生物的影子，它們可能有2只眼睛、4肢和頭部，或許身材不同，皮膚顏色不同，但基本結構仍然讓人一眼就能認出那是一種生物。這種想象並不奇怪，因為到目前為止，我們唯一真正了解的生命樣本只有地球。地球上的細菌、植物、昆蟲、鲸魚和人類，看起來千差萬別，卻共享着同一套基本化學架構。這套架構的核心就是碳和水。碳是建造生命的材料，水則是讓生命化學反應得以進行的舞台。如果把生命比喻成一出極其複雜的戲，碳就是演員、道具和劇本，水則是整座劇院。所有已知生命都依靠碳建造蛋白質、脂肪、糖類、細胞膜，以及儲存遺傳資訊的 DNA 和 RNA。碳之所以如此重要，是因為它擁有4個可以形成化學键的位置。它既能和其他元素結合，也能和自己連接，形成長鏈、環狀結構和複雜的3維分子。這種能力就像一套變化近乎無限的積木，只用少數幾種基本零件，便能組裝出構成生命所需的龐大分子世界。碳形成的化學键也處在一個非常巧妙的平衡點，它們足夠穩定，可以讓分子長時間存在，又不至於牢固到完全無法拆解。生命能夠利用酵素把這些分子拆開、重組和循環使用。我們吃下食物後，身體分解葡萄糖，釋放儲存在碳化學鍵中的能量。當身體需要修復組織時，又會把碳重新排列，組成新的蛋白質和細胞。地球的整個生命系統本質上就是一套規模龐大的碳循環。但碳真的是生命唯一可能的基礎嗎？在元素周期表中，碳的正下方有另一種元素硒。硒和碳一樣，也能形成4個化學键。它在宇宙中相當常見，在地球地壳中的质量占比接近 28%。 岩石、沙礫、石英和許多礦物都含有大量的硒，現代文明也極度依賴它。從電腦晶片、太陽能板、玻璃到建築材料和醫療產品，硒幾乎无所不在。正因為硒與碳擁有某些相似的化學特性，科幻作品長期想象宇宙中會不會存在以硒為主要骨架的生命。它們不一定有血肉，甚至可能生活在高溫、高壓或者完全缺乏氧气的環境中。有人把它們想象成能夠移動和思考的岩石，但真實的硒基生命
就算存在，也未必會像石頭人，就像人類由大量碳構成，外表卻不像煤炭或鑽石一樣。2016年，法蘭西斯·阿諾德領導的研究團隊利用經過演化改造的酵素，讓活細胞製造出自然界生物通常不會大量形成的碳矽鍵。這項實驗並沒有創造出矽基生命，但它證明了一件重要的事：生命的生化機器並非完全不能利用矽。在適當的演化壓力和環境下，生命化學可能比我們過去想象的更有彈性。地球生命本身也早已在使用矽，植物会利用矽增強組織，提升對疾病、乾旱和物理傷害的抵抗力。人體內的矽可能參與骨骼和結締組織的形成。海洋中的矽藻更會用二氧化矽建造精細、透明而且近乎藝術品般的細胞外殼。它們不是矽基生命，因為其核心生化系統依然建立在碳之上，但它們證明矽完全可以成為生命結構的一部分。然而，如果要讓矽全面取代碳，問題就出現了。矽原子彼此形成的长鏈通常不如碳鏈穩定和多樣，矽又非常喜歡与氧結合，最後形成二氧化矽。二氧化碳在常见環境中是一種气體，可以融入水中，也能被植物重新利用。二氧化矽卻是堅硬的固體，也就是岩石和沙粒的主要成分之一。如果一種假想的矽基生物使用類似人類的含氧代謝，它產生的廢物可能不是容易排出的氣體，而是一種接近沙子的固體。對生命來說，處理這種代謝廢物顯然麻煩得多，水也會對許多矽化合物造成限制。地球上的水對碳基生命幾乎是完美的溶剂，它能讓各种分子移动、碰撞、反應和重新排列。但許多可能支撐矽基生命的化合物在水中的穩定性和反应方式都不理想。這是不是意味着矽基生命完全不可能存在？還不能這樣說，因為外星生命未必一定要使用水。如果水是生命舞台，那麼宇宙中或許還存在其他舞台。其中一個長期受到關注的選擇就是液態氨。氨由一個氮原子和3個氢原子組成。在地球上，我們通常把它聯想到刺鼻氣味、清潔劑和工業化學品。但從化學角度來看，氨和水一樣，都是极性分子，能夠溶解多種物質，並為化學反應提供環境。氨的冰點和沸點都比水低，因此，在對地球生命來說過於寒冷的世界，液態氨或氨水混合物仍可能存在。假如生命能在這種環境中起源，它的新陳代謝可能非常緩慢，一次對地球細菌而言只需幾秒鐘的化學反應，在冰冷的氨海洋中，可能需要幾小時、幾天，甚至更久。那裡的生命節奏可能慢得完全超出人類直覺。一個氨基世界也不會擁有地球熟悉的水循環，它可能擁有氨雲、氨雨，甚至氨雪。天空和海洋的顏色也可能與地球的藍色和綠色截然不同。但必須強調的是，以氨為主要溶劑的生命目前仍然只是假說。我們不知道細胞膜、酵素和遺傳分子能否在液態氨中長期穩定運作。然而，這個假說提醒了我們，宜居環境不一定只有一種標準答案。另一個受到關注的地方是土星最大的衛星泰坦。泰坦表面擁有由液態甲烷和乙烷形成的湖泊、河流和降雨循環，它的溫度低到-179度左右。在這種環境裡，地球生命熟悉的水堅硬得像岩石，
但甲烷和乙烷卻能像水一樣流動。如果生命能夠利用碳氫化合物作為溶劑，泰坦就可能代表一種完全不同的生物化學實驗場。金星則提供了另一個極端環境。金星表面溫度接近攝氏465度，氣壓大約是地球海平面的90倍，地表幾乎不可能容納我們熟悉的生命。但在金星較高的大氣層中，溫度和壓力相對溫和，而且存在硫酸雲。部分研究人員因此提出，某种极端微生物是否可能利用硫酸環境生存。這同樣沒有獲得證實，但它迫使我們重新思考，適合生命究竟是宇宙的標準，還是地球生物替自己制定的標準。當人類向火星、木衛2、土衛2和泰坦派遣探測器時，我們不能只尋找地球生命熟悉的分子，我們還必須尋找化學失衡。所謂化學失衡，是指某些物質按理說應該迅速反應並消失，卻持續同時存在。例如，行星大气中的氧气和甲烷如果長期共存，就可能暗示某種過程正在不斷補充它們。生命是其中一种可能，但地質和非生物化学反应也可能制造類似訊號。所以，任何生物特徵都需要多種證据相互支持。這就是尋找外星生命的第一條道路，尋找生物特徵。我們研究行星的大氣、海洋、表面和化學成分，試圖找出生命正在改變環境的痕跡。但如果一個文明已經發展了幾百萬年，情況就完全不同了。到那時，我們尋找的可能不再是生命本身，我們尋找的是科技對整個行星系統，甚至對一顆恆星造成的改變。這些線索被稱為技術特徵。幾十年來，搜尋技術特徵的方法幾乎完全依賴射電天文學。世界各地的 SETI 計劃使用龐大的碟形天線對準天空，監聽狹窄而規律的無線電頻率。研究人員希望在天然宇宙雜訊中找到一段明顯具有人工結構的訊號，那可能是一串數學序列、一組重複脈衝，或者一個天然天體很難產生的窄頻訊號。問題是，無線電不是完美的語工信使，訊號穿越星際空間時，能量會不斷擴散和衰減，經過數百或數千光年後，它可能早已淹沒在背景雜訊裡。一個文明也可能只在發展早期，大量使用容易向外泄露的高功率无線電。隨着通訊技術進步，它們可能轉向低功率定向傳輸、光學通訊，甚至我們完全無法理解的技術。如此一來，一個文明可以被无線電望遠鏡聽見的時間窗口，也許只有幾十年或幾百年。放在宇宙數十億年的尺度上，那幾乎只是一眨眼。如果我們和他們的无線電時代相差1萬年，即使生活在同一個银河系，雙方也可能永遠無法聽見彼此。因此，物理學家提出了一種更難逃避的搜尋方法。不論一個文明使用什麼語言、什麼電腦、什麼通訊系統，它都必須消耗能源。只要使用能源，就必然產生廢熱，而熱力學不會因為科技先進而失效。1960年，物理學家弗里曼·戴森提出，如果我們想尋找極度先進的文明，或許不應只等待他們主動發送訊號，我們應該尋找他們使用恆星能源之後無法避免地散發到宇宙中的紅外線廢熱。戴森推測，隨着文明發展，能源需求可能不斷增長，城市、工業、自動化系統、人工智慧、太空殖民地和星際航行都會消耗巨大能量。到某個階段，母行星的資源可能再也無法滿足需求，
這個文明便會把目光投向最龐大、最穩定的能源來源，他們自己的恆星太陽每秒釋放的能量，遠超人類文明目前一整年的消耗。地球只能截獲其中極其微小的一部分，其餘能量全部向太空散去。对一個高度發達的文明來說，這就像一座功率近乎無限的發電廠，絕大部分能源卻從未被使用。於是，他們或許會在恆星周圍建造數量龐大的太陽能收集器、居住站、工業平台和運算中心。這些結構不需要形成一個堅硬的球殼，一個完全封閉的剛性外殼，會面臨材料強度和重力穩定等嚴重問題。更合理的形式是數以億計的獨立設施，分布在不同軌道上，共同環繞恆星運行。這種結構被稱為戴森群，它就像一群包圍恆星的人工蜂群，逐漸攔截愈來愈多的星光。1964年，蘇聯天文物理學家尼古拉·卡爾達舍夫提出了著名的卡爾達舍夫尺度，他嘗試用文明能夠掌控的能源規模衡量其技術發展程度。第一類文明能夠利用母行星上幾乎所有可用能源，陽光、風力、海洋、地熱和全球能源網絡都在它的控制範圍內。今天的人類還沒有真正達到這個階段。第二類文明則能夠利用其恆星的大部分，甚至全部能量。戴森群正是第二類文明最具代表性的假想工程。第三類文明的規模更驚人，它能夠調動整個星系中數千億顆恆星的能源。對今天的人類而言，這種文明的能力幾乎無法想象。如果他們真的存在，他們眼中的人類或許就像人類眼中的微生物一樣原始。問題是，如此龐大的戴森群真的能夠建造嗎？如果要圍繞太陽建造一套大規模能源收集系統，可能需要拆解水星、大量小行星，甚至其他天體。每一座設施都要抵抗高能輻射、微隕石撞擊和軌道擾動，數以億計的平台還要避免彼此碰撞，並在數千年乃至更長時間內保持運作。這是一項難以想象的工程，但極度困難與違反物理定律並不是同一回事。對一個比人類領先數百萬年的文明而言，今天看似不可能的工程，也許只是漫長發展過程中的必然一步。如果戴森群擋住了恆星的可見光，我們又該如何發現它？答案仍然是熱。戴森群吸收恆星的可見光之後，能量不會消失，它最終必須以較低溫度的紅外線廢熱重新釋放出去。這就像一部運轉中的電腦，你看不見晶片內部的電流如何流動，卻可以摸到機器外殼散發出的熱量。戴森群可能遮住恆星，卻無法完全隱藏自己的熱力學足跡。紅外線天文學因此成為尋找戴森群最重要的工具之一。2009年發射的廣域紅外線巡天探測器 WASP 曾經用紅外線掃描整片天空，它記錄了數以億計的恆星、星系、小行星和塵埃雲，為天文學家建立了一幅巨大的宇宙熱能地圖。研究人員可以把 WASP 資料與蓋亞測量的恆星距離、位置和亮度，以及阿爾馬斯的近紅外線觀測結合起來。如果一顆恆星在可見光下異常微弱，卻在紅外線波段釋放出過多能量，它就可能成為戴森群候選者。不過，理論研究也提醒我們，不是每一種恆星都同樣適合建造戴森群。早期搜尋往往集中在類似太陽的恆星，原因很直觀，既然太陽孕育了地球生命，其他文明或許也會出現在類太陽恆星附近。但一個已經能夠建造星際巨型工程的文明，
考慮的可能不再只是哪裡適合生命誕生，他們更可能問：哪一種恆星最穩定？哪一套設施可以使用的最久？哪一種設計最節省材料？從這個角度來看，紅矮星可能比太陽更有吸引力。紅矮星大約佔銀河系恆星總數的 70%， 它們體積小，溫度低，燃燒氫燃料的速度極其緩慢。太陽的主要壽命大約是100億年，某些低質量紅矮星的理論壽命卻可以達到數兆年，這比目前宇宙138億年的年齡還要長上許多。對一個想建立長期能源基礎設施的文明來說，紅矮星就像一台功率不算最高，卻極度省油，幾乎永遠不會停止的發電機。紅矮星還有另一個工程優勢，因為它們比太陽更冷、更暗，適合液態水存在的軌道也更靠近恆星。如果戴森群建在較小的軌道半徑上，需要覆蓋的總面積便會大幅減少。總面積越小，所需材料就越少，因此紅矮星不但壽命更長，建造大規模能源收集系統的材料成本也可能更低。白矮星同樣值得考慮，它們是類太陽恆星死亡後留下的致密核心，體積接近地球，卻保留了相當可觀的熱量。如果一個文明有能力在白矮星附近維持穩定軌道，它可能用更小的結構攔截相當比例的能量。但白矮星是恆星演化後期的產物，文明必須先經歷母恆星膨脹、吞噬內側行星和拋出外層物質的劇烈過程。因此，白矮星戴森結構雖然可能節省材料，卻也需要一個文明具備搬遷和長期生存的能力。天文學家可以利用赫罗圖，也就是 HR 圖，判斷這類天體可能出現在哪裡。赫羅圖把恆星的亮度和表面溫度排列在同一張圖上。天然恆星會依照質量、年齡和演化階段，分布在相對可預測的區域。如果一顆恆星被戴森群大範圍包圍，總能量並沒有消失，但釋放能量的方式會發生改變。原本熾熱的可見光被轉化成溫度低得多的紅外線。由於戴森群的總散熱面積遠大於恆星表面，其有效溫度也會遠低於恆星本身。一顆紅矮星的表面溫度可能接近3000開爾文，但在某些完全包覆、以极低溫度散熱的理論模型中，整個系統對外呈現的有效溫度可能只有大約50開爾文，也就是接近攝氏零下223度。這樣的天體在可見光下可能微弱的近乎消失，卻在遠紅外線波段持續釋放大量能量。它在赫羅圖上的位置也可能偏離天然恆星通常佔據的區域，這正是天文學家希望找到的異常。然而，宇宙中還有另一種東西，也會吸收星光並釋放紅外線，那就是塵埃。塵埃雲、行星形成盤、彗星碎片和星體碰撞產生的碎片盤，都能模仿戴森群的部分特徵。這個難題在2015年的塔比星事件中表現得格外明顯。塔比星的正式編號是 KIC 8462852。克卜勒太空望遠鏡原本透過測量恆星亮度下降，尋找從恆星前方通過的行星。正常行星凌日會產生規律、對稱，而且重複出現的亮度下降。但塔比星的變暗毫無規律，有些事件很淺，有些卻遮擋了多達 22% 的星光。一顆木星大小的行星經過類太陽恆星前方時，通常只會遮擋大約 1% 的光，塔比星卻一度失去超過1/5的亮度，而且變暗曲線極不對稱。它看起來不像一顆圓形行星經過，更像一大片形狀複雜的物體群從恆星前方掠過。
於是，一個令人興奮的猜想出現了：塔比星周圍會不會存在一套尚未完成的戴森群？那些不規則遮擋會不會是大量外星太陽能收集器在不同軌道上經過恆星前方造成的？一時間，塔比星成為全世界最著名的外星巨型結構候選。但後續觀測發現，當塔比星變暗時，藍光比紅光減少的更多。這種與波長有關的變暗模式，正是細小塵埃的典型特徵。如果遮擋物是大型金屬平台或太空船，它應該近乎均勻地阻擋不同顏色的光。因此，目前較合理的解釋是，塔比星周圍存在形狀不規則的天然塵埃雲，它可能來自彗星破碎、星子碰撞，或某種尚未完全理解的恆星周圍活動。塔比星沒有成為外星文明的證據，但它教會天文學家一件非常重要的事：尋找戴森群最大的困難，不是找不到紅外線異常，而是如何證明異常不是天然塵埃造成的。天然塵埃通常含有矽酸鹽。天文學家利用光譜儀分析紅外線時，可以尋找與矽酸鹽和其他化學成分相對應的特徵。這些特徵就像物質留下的指紋。如果紅外線來自天然塵埃，我們通常應該能在光譜中找到某些線索。假想中的戴森群，則可能由精煉金屬、碳材料、陶瓷或其他先進合成材料構成，它未必會呈現天然塵埃常見的光譜特徵。因此，真正令人懷疑的不只是一顆紅外線過亮的恆星，它還必須缺乏合理的天然解釋。2024年，瑞典烏普薩拉大學的研究团隊公布了赫菲斯托斯計劃的結果。這項計劃專門利用大型天文資料庫，搜尋可能的戴森球或戴森群。研究團隊結合蓋亞、2MASS 和 WASS 資料，分析大約500萬顆恆星。他們建立一套嚴格的篩選流程，排除年輕恆星、背景星系、星周塵埃盤和各種已知的紅外線過亮來源。機器學習和影像分類技術也被用來剔除容易造成誤判的天體。經過層層篩選，大約500萬顆恆星中，只留下7顆特別值得注意的候選天體，而且這7顆全部都是 M 型紅矮星，它們表現出明顯的中紅外線過亮，與部分戴森群可能產生的熱力學特徵相似。這並不代表研究人員發現了7個外星文明，它只代表這7顆恆星值得使用更強大的望遠鏡進行後續觀測。另一項針對大約490萬顆 FGK 型主序星的資料研究，也曾找出數十顆具有顯著中紅外線過亮的天體，其中一些可能與極端碎片盤、罕見恆星演化階段或背景污染有關。這些研究共同揭示了一個現實：大規模資料分析可以找出異常，但異常只是調查的起點，並不是答案。很快，天文學家便懷疑赫菲斯托斯計劃的部分候選天體可能受到背景星系污染。從地球看過去，一顆普通紅矮星的正後方可能恰好存在一個遙遠、充滿塵埃而且紅外線極亮的星系。 WASS 的解析度不足以清楚分開兩者，前方紅矮星的可見光和後方星系的紅外線便可能被錯誤地當成同一個天體。這時，人類需要一台解析力和光譜能力遠超 WASS 的望遠鏡，那就是詹姆斯·韋伯太空望遠鏡。韋伯望遠鏡的主鏡直徑達到 6.5 公尺，配備極其靈敏的近紅外線和中紅外線儀器。它不但能測量紅外線強度，還能把視線中重疊的光源分開，分析它們的光譜和化學特徵。
韋伯最終觀測了赫菲斯托斯計劃中2個最受關注的目標：候選天體 D 和候選天體 E。結果既令人失望，也令人驚嘆，它們都不是戴森球，答案竟然只是2場極其巧合的宇宙排列。在候選天体 D 的後方，存在一個紅移約為 0.9 的遙遠星系，它的中紅外線光譜符合熱塵埃遮蔽星系，英文縮寫為 Hot Dog。這類星系的中心通常存在一個活躍的超大質量黑洞，物質跌入黑洞周圍時釋放巨大能量，加熱外圍厚重的塵埃，產生強烈紅外線。候選天體 E 的後方則存在一個紅移約為 0.4 的塵埃星爆星系。韋伯影像顯示它具有延展結構和多個明亮區域，大量新恆星正在其中快速形成。這些新生恆星的光被周圍塵埃吸收，再轉化成強烈的紅外線。2個背景星系都自然產生了天文學家尋找戴森群時最容易誤判的紅外線訊號。它們不是外星工程，它們是宇宙制造出的完美冒牌貨。這是否意味着搜尋戴森群失敗了？恰恰相反，科學的進步往往不是第一次就找到最驚人的答案，而是學會如何排除愈來愈隱蔽的錯誤答案。韋伯證明了高解析度影像和中紅外線光譜可以有效識別背景星系污染。下一次出現類似候選天體時，天文學家便知道應該先檢查什麼。未來的搜尋還會結合射電望遠鏡、甚大天線陣和未來的平方公里陣列，可以檢查紅外線異常天體附近是否同時存在不尋常的无線電訊號。紅外線告訴我們那裡可能有異常能源使用，無線電則可能提供另一條彼此獨立的技術線索。單一證據很容易被天然現象模仿，多種彼此無關的異常同時出現，可信度才會真正提高。南希·格雷斯·羅曼太空望遠鏡則可能把這項搜尋推向更大的尺度。按照 NASA 目前的計劃，羅曼望遠鏡預定於2026年8月30日發射，它的視野至少是哈勃太空望遠鏡的100倍，可以在較短時間內巡視廣闊天空。羅曼的主要任務並不是專門搜尋戴森球，它將研究暗物質、暗能量、系外行星和星系演化，但它所建立的龐大天空資料庫很可能包含大量罕見、短暫或位置異常的紅外線天體。如果戴森群真的存在，羅曼或許可以幫助我們從更廣闊的星空中找出下一批值得深入觀測的目標。與此同時，尋找生物特徵的技術也在快速進步。韋伯望遠鏡能夠分析部分系外行星的大气，凌日系外行星巡天衛星 TESS 則不斷尋找從恆星前方經過的行星候選者。未來的視居世界天文台以及地面的極大望遠鏡將嘗試直接研究更多類地行星的光線和大氣成分。這些儀器不只需要尋找氧氣和水，它們還需要檢查甲烷、二氧化碳、一氧化碳、含氮化合物以及各種不尋常的化學組合。如果我們願意放寬對生命的定義，某些極寒行星和衛星也可能从不宜居变成值得重新調查的目標。到了這裡，我們似乎已經擁有2條完全不同的搜尋道路。第一條，尋找生命改變環境後留下的生物特徵；第二條，尋找文明使用能源後留下的技術特徵。但2條道路都面臨同一個更深層的問題，那就是時間。當我們觀察距離地球1000光年的恆星時，我們看到的並不是它現在的樣子，我們看到的是那顆恆星1000年前發出的光。如果那裡有一個文明，我們看到的也是它1000年前的歷史。
它可能還沒有出現，也可能早已消失，甚至可能已經建造戴森群，只是相關光線還沒有抵達地球。宇宙並沒有提供一個所有文明共同使用的現在。愛因斯坦的相对論告訴我們，时間和空間不是彼此分離的舞台，而是共同構成四维时空。时间的流逝会受到速度和重力影響。一個接近光速旅行的人所經歷的時間會比留在地球上的人更慢。在強大重力場附近，時間同樣會走得比較慢。這些並不只是理論。GPS 衛星上的原子鐘會同時受到運動速度和地球重力差異的影響。如果工程師不進行相對論修正， GPS 定位誤差就會迅速累積。對日常生活而言，這些差異非常微小，但對星際旅行和宇宙文明而言，它們可能變得極其重要。一個文明如果能以接近光速航行，其旅行者經歷的時間可能遠少於母星上流逝的時間，他們眼中的歷史節奏未必與我們相同。這也意味着，宇宙中的文明即使彼此存在，也可能在時間上完全錯開。一個文明的无線電時代可能只持續200年，另一個文明的監聽設備卻在10000年後才出現。一個文明可能在地球恐龍時代建造戴森群，但當它的廢熱抵達地球時，那個文明本身已經滅亡。我們找到的或許不是正在活動的外星社會，而是一座橫跨光年的能源遺跡。相對論也催生了一種著名的哲學詮釋——塊狀宇宙。在這種觀點中，過去、現在和未來都是四維時空結構的一部分。我們感受到的現在，可能只是意識沿着自身世界線所經歷的一個位置。這個觀點是否完整描述了真實宇宙，目前仍有爭議。它也不代表自由意志已經被科學否定。量子力學同樣沒有證明時間只是幻覺。在量子理論、重力和時間之間，仍然存在大量尚未解決的問題。但這些理論至少提醒我們，人類日常感受到的時間，並不是宇宙唯一可能的時間尺度。我們用幾十年衡量人生，用幾百年衡量文明，用幾十億年衡量恆星，而紅矮星的壽命，甚至可以延續數兆年。如果宇宙中真的出現過第二類文明，他們可能擁有比整個人類歷史長上無數倍的工程計劃。他們建造戴森群的過程可能持續數千年，他們的訊號可能已經在宇宙中航行了幾萬年，他們也可能正在某個我們尚未看見的未來悄悄改变一顆恆星的光。這讓費米悖論變得更加複雜。如果宇宙中有數千億個星系，每個星系又有數千億顆恆星，那麼生命似乎不應該只出現一次。但如果生命的化學基礎與我們不同，我們可能根本不知道應該尋找什麼。如果先進文明早已停止使用外泄無線電，我們可能聽不見它們。如果他们的能源工程被天然塵埃和背景星系掩蓋，我們可能認不出它們。如果文明存在的時間彼此錯開，我們甚至可能永遠無法與它們同時出現在宇宙舞台上。因此，尋找外星生命不能只依賴一種儀器、一種訊號，或者一套以地球為中心的生命定義。我們需要射電望遠鏡監聽人工訊號，需要紅外線望遠鏡審查恆星的能源輸出，需要光譜儀分析系外行星的大氣，也需要探測器深入冰衛星、甲烷湖泊和地下海洋。我們既要尋找類似地球的生命，也要為完全陌生的生物化學保留可能性。我們既要尋找正在呼吸的微生物，也要尋找早已消失的文明留下的熱力學痕跡。或許，人類第一次發現外星生命時，
看到的不是一張面孔，它可能只是光譜上的一條線，一組彼此不應共存的氣體，一片在液態甲烷中緩慢進行的新陳代謝，或者一顆幾乎消失在可見光中，卻在紅外線裡持續發熱的恆星。真正改變人類歷史的證據，最初可能平凡的令人失望。它不會說話，也不會向地球揮手，它只會安靜地存在於數據之中，等待某位研究人員發現，這裡有些地方不對勁。接下來，科學家會懷疑儀器，懷疑塵埃，懷疑彗星，懷疑背景星系，懷疑所有已知的自然過程。他們會把可能的錯誤答案一個接一個排除，直到最後，如果仍然有某個訊號無法被解釋，我們才可能真正面對那個等待了幾千年的問題：宇宙中只有我們嗎？目前，我們仍然沒有答案。赫菲斯托斯計劃的候選天體地合一，最終被證明是背景星系制造的假象。塔比星也更可能是天然塵埃，而不是外星巨型工程。吸积生命、氨基生命和甲烷海洋中的生物，目前也都停留在理論和實驗推測階段。但是，每一次排除都不是失敗，它讓我们知道下一次要看得更清楚，要測量更多波段，也要更小心地區分自然與人工。更重要的是，尋找答案的工具已經不再只存在於科幻小說裡。韋伯望遠鏡正在分析遙遠天體的紅外線光譜，大型射電陣列正在監聽宇宙，探測器正飛向冰冷衛星和陌生世界。羅曼望遠鏡也即將展開更廣闊的天空巡視。我們正在從等待一通宇宙電話，轉向對整個銀河系進行一次前所未有的生命與能源審計。也許答案藏在一顆紅矮星旁，也許藏在一片永不見陽光的地下海洋，也許藏在一種我們尚未承認為生命的化學系統裡，甚至有可能，那個訊號早已出發，只是還在穿越漫長的星際黑暗。而當它終於抵達地球時，人類是否仍然存在？是否仍然仰望星空？又是否已經準備好理解它？那將是另一個更加深遠的問題。